这里是大钱死牢，原主被人冤枉通敌卖国，3天后就要问斩。刚穿越就要凉，狗族号不带这么玩人的吧？你左手骨裂至少3个月了，骨头皆歪，筋也错位。你现在握拳试试，无名指和小指收不拢，再伸直。你现在虎口使不上力，握拳的时候无名指和小指会发抖。照这个恶化速度，最多在2个月，这只手就废了。头儿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你会治？会。你左手布条是自己缠的，手法不对，压迫了回流静脉，所以手指发紫。如果让我重新处理，3天内夜里能少疼一半，10天内能保住这只手，再拖2个月后就是废手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活着，不是多活几天，是活着出去。你把我从问斩名单上拿掉，我帮你治这只手。你一个死囚跟老子谈条件？你一个狱卒，手废了连这碗饭都端不了。你考虑一下，我只有3天，3天后问斩，你跟我一起亏。给他打水来。有点意思。你是谁？头儿说了，你先换药。3天，我有3天时间让一个残暴的典狱长相信，我比一个死人更有价值。战区医院那8年，我抢救过被炸断腿的士兵，给肠子流出来的患者缝过肚子，在炮火里做过头颅手术。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死在古代的刑场上，还是替别人背锅。最后一个。等等，典狱长有令，这个先押回去。铁三突然留我，绝不是什么好戏。听说你会治骨伤？治过。我那儿有个兄弟手伤了几个月没好，你要是能治好，我给你换到乙区去，比这儿多一口饭少一顿打，算你赚了。他不是在给我机会，他在试我。治好了，他赚一个免费大夫；治不好，明天照砍，不亏。人带来吧。你们认识？见过一面，他这手我3天前就看过了。谁给你处理的？军营里的随军大夫，他说接上了，养养就好。接歪了，这里疼吗？疼也疼。要重新正骨，很疼，你忍不忍得了？咬着。行，还真有2下子。我知道自己今天能活着走出这个牢房，不是因为他好心，只是因为我有用。让他滚！我不治！别不识好歹，典狱长让来的。门口。怎么回事？那个蛮族女啊，前几天被抓进来的，脾气烈得很。昨天跟人打架被打脱臼了。铁三说新来了个大夫，让送来治，他不干。我是大夫。你是大前人。我是大夫，你的胳膊脱臼了，再不复位，以后这只手就废了。废了就废了，你废了，谁来替你部落的人报仇？我听说你是战俘，不是通敌犯，你要活着才能回去。废了一只手，你连刀都拿不了，拿什么报仇？你会治？会。治了我也出不去。慢慢来，先治手，再说出路。你叫什么？阿依木。阿依木，你部落还有多少人？还有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他死没死。好了，别用力，养3天。
这就好了。骨头复位了，筋还要养。我叫江雾，以后有事可找我。我记住你了。哼，看你胆子挺大。还行。那蛮女昨天咬伤2个人才被按住的，你一个人就搞定了？他是病人，不是敌人。你的左膝旧伤，阴雨天就疼，蹲不下去。你怎么知道？看出来的，站姿偏右，左脚落地轻。你这是老伤了，拖久了以后这条腿会废。这也能治？看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你让我安稳待着，别让乙区的人找我麻烦。我慢慢给你治。都听好了，这个女的是大夫，谁碰她我剁谁的手。你第一天进来就收了2个人，没想收，他们自己来的。你倒是不谦虚。做大夫的不需要谦虚，能治好就行。你呢？要不要也让我看看？我的病，你治不了。你吃，你吃过了。我不饿。这个男人一直在观察我，从我进来的第一天起。隔壁牢房里的人翻身的频率、呼吸的深浅、铁链转动的方向，每个声音都在帮我拼这张牢房的地图。新来的，典狱长让我给你送水。他让你送水，还是让你来试我？我的膝盖，你真能治？能。要多久？看严重程度。如果只是韧带劳损，1个月能好大半；如果骨头已经变形了，得3个月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站姿，正常人重心在2脚之间，你站着的时候，右脚承重70%，左脚30%，走路的落脚顺序也不对。你脚跟先着地，然后用外侧过渡，避开了内侧半月板。我不是来试你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乙区不比丙区，这里的人没一个善诈。你能治铁3的人，不代表你能治我们的人，所以你先顾好自己。老六这个人嘴巴硬，话里却带着好意。肘关节脱位，怎么弄的？搬石头砸的。昨晚。放松，你越紧张我越不好操作。啊！不疼了。本来就不该疼太久，脱位复位及时，恢复很快。3天别用力，3天后可以慢慢活动。谢谢大夫。你比军营里的随军大夫强。废话少说，3天后来拆线。你又给我。我吃过了。你耳朵又红了。不饿。不饿。骗鬼！你早上那碗粥就没怎么动，你的身体比我刚来那天看到的还要差。你吃不下饭，不是因为不饿，是因为你体内有毒，影响了消化系统。你不说，我也不问。但你得吃东西，你不吃东西，别说解毒，连撑到下个月都难。给你的。等等，柳伯，你这箱子，你以前是大夫？以前是军医。那怎么来这儿了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北京军医营，柳伯以前是北京军医营的人，那是燕北辰当年的部队。外面有人打听你。谁？军需官赵怀，他听说囚犯营来了个女大夫，想把你调走。
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你是我的人，但赵怀是军需官，管着整个北境的后勤，他要是硬要人，我也拦不了太久。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办？他的亲信今晚会来营地，你给他写封信，就说你在这儿待得好好的，不想走。我写了，他就会放弃。他不会，但能拖几天。拖几天之后呢？之后就看我能不能在他来要人之前，让你变得不能走。他要让我在囚犯营里的价值大到赵怀也带不走，大到整个北境都不敢轻易动我。笔呢？写的什么？你说我在囚犯营待得好好的，给犯人治伤，给典狱长干活，暂时不打算换地方。你倒是配合。我不是配合你，我是觉得赵怀这个人指名道姓要一个女大夫，恐怕不只是缺个军医这么简单。你比我想的聪明，你比我想的贪。赵怀，这是我到这个世界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会在未来成为敌人的人名。赵怀这个人，你最好不要让他盯上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3年前我被押解回京的时候见过他一面，他在北京军中负责粮草和军需调配。慕容晴天能稳住北京3年，赵怀手里的账本立了大功。所以赵怀不是缺军医，他缺的是能替他做事的人，而且不占朝廷编制。在这个囚犯营里，我想活下去。赵怀是一个比铁三危险的多的对手，而铁三也未必真的是我的盟友。求求你们，我还能走。别废话，典狱长说了，病秧子全部清理。清理。囚犯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处理一批体弱多病的囚犯，说是释放，实际上全被拉到后山埋了。松手，我是大夫，这个人病了，但能治。典狱长的命令，病秧子全清理，一个不留。典狱长的命令是清理病秧子，这个人的病我能治好，治好了他就能干活，能干活就有价值。你杀一个有价值的囚犯，铁三知道了，你猜他会不会高兴？别怕，回铺上，我给你处理伤口。刚才那段对峙，铁三很快就会知道，在这个囚犯营里，任何超出规则的行为都会付出代价。听说你今天早上拦了我的人，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清理病秧子？腾空间，省口粮。囚犯营的粮食是按人头拨的，病秧子死了，他的口粮就省下来了。你拦了一个病秧子，就得替他挣出口粮来。你这么能干，那就去工区，每天干半天活，干完了回来给人治病，口粮自己挣。铁三这是给我颜色看。行，但我要带一个人。谁？那个蛮族女的阿依木，我需要个帮手。行，明天开始半天工区，半天医。你要是撑不过3天，就别怪我翻旧账。那个老头，你最好真的能治好，下次清理我不会再给你面子。听说你要带我去工区，你听到了？整个乙区都听到了。你为什么要带我？因为我需要一个不怕打架的人帮我盯着后面。你是唯一一个连狱卒都敢咬的人。行，我跟你去。战区医院8年，我拿过手术刀，拿过止血钳，拿过骨锯，但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靠搬石头活下去。你撑不了太久。你看不起谁？你每天搬石头消耗的体力，靠那半碗粥根本补不回来。你有什么建议？让铁三给你换个差事，你手上的病人还不够多。现在找你治病的都是乙区的人，甲区和丙区的人还没完全信你。等你把这囚犯营3个区人都治过了，铁三就舍不得让你死在采石场了。你在帮我？我在帮我自己。你死了，就没人能治我的腿了。你的腿？你上次说是我的病，现在是我的腿。你的毒最先伤的是腿，对不对？长期慢性毒药会导致末梢神经坏亡，最早的症状就是下肢无力、知觉减退。你刚来的时候还能走，现在越来越困难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现在的膝盖以下已经没什么知觉了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5天前你来窗口领粥的时候是走过来的，今天中午你来窗边的时候是扶着墙挪过来的。5天，你的腿恶化了1截，按这个速度，你还有2个多月。你有办法？有，但我需要知道是什么毒，不同的毒解药不一样，我需要看到你的身体。明天晚上。我的腿恶化的速度比我预估的还要快，如果下毒的人就在囚犯营里，那这个人一定离我很近。手伸出来。毒进入5脏了，但最先受伤的是下肢，说明毒素是从脚往头上走的。这种毒要么通过皮肤接触吸收，要么通过长期口服累积。你在被关进来之前，有没有长时间接触过某种东西，比如特殊的水、食物、草药，或者药浴？没有。那进来之后呢？这里的食物和水都是一样的。那不一样。如果你的毒是进来之后才开始发作的，说明下毒的人就在这座牢里。你知道是谁？不知道，但我有怀疑的人。谁？3年前慕容晴天废我武功的时候，他来牢里看过我一次。他说：“将军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死了，那幅图就没人知道了。”什么图？北京要塞的完整布防图，我亲手画的，用了3年时间走遍北京每一座封锁、每一处险关、每一条运粮通道后绘制而成的。大前北京能否守住，全在那幅图上。慕容晴天想要那幅图，他想要，大前的朝廷也想要，但我谁都没给，所以他们对我的处置不是杀，而是慢慢废。燕北辰不是一个被废将军那么简单，他手里握着一幅整个北京都想得到的地图，这幅图是他活着的原因，也是他痛苦的根源。那幅图现在在哪？在一个你们谁都找不到的地方。今天先到这儿，我需要更多药材才能确认毒的成分，最好有1小份你的血。3天后我再来看你。江宇，不要相信铁三，他和慕容刑天之间有一条我看不见的线。这毒比他想的还要深。别去工区了，我给你搭个棚子，你专门治人。条件？每天报3个区的人数，谁病了，什么病，能活多久，我都要知道。可以，但我要3个人。阿一墨给我打下手，老六给我跑腿叫人，柳伯帮我管药材。柳伯，那个收尸的老头？他以前是军医，懂药材。行，但他要是耍花样，他归我管。你进来到现在才半个月，家底比我还厚了。拿去分给上次被清理名单上的人，一个指甲盖那么多，别多给。你知不知道，在这地方，盐比命还金贵？我知道，所以才要让他们知道，活着比死了有用。这不是普通的植物毒，这里面掺了某种矿物性的东西。得想办法弄药。北面5里外有个老林子，里面有种野生的苦艾，能止血消炎。但那个方向是禁区，出去采药得有铁三的手令。我去要。去吧，1个时辰，多1克我按逃犯处理。你教我的，进林子先打草。
这是什么？你别动，我看看。空气是通的。你疯了！万一里面有蛇呢？你给我在外面看着，我很快就出来。如果这堵墙后面是营地外面，那回去的路就断了。但这是最后的路，只有活不下去的时候才走。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进去找你了。里面有一条通道，可能通往营地外面。那我们现在不能用，这是最后的路。血里的矿物性物质不是一般的毒，是某种铅矿物或者汞矿物的提取物。这个时代的大夫不太可能提传出这种东西，要么给燕北辰下毒的人不是普通人，要么这个世界的医术比他想象的要高。快吃，今天粥稠。老六弄的。老六说医疗棚的人不能饿着。这个待遇是他的医术挣来的。每次有大官来巡视，铁三就演这出，人一走，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。将军远道而来，末将已经备好了热茶和点心。不必了，例行公事，看看就走。这个人不是来摆威风的，他是来查账的。那个棚子是做什么的？回将军，那是末将设的医疗棚，囚犯们有个病态，集中处理，省得拖累劳役。谁在管？一个女大夫，刚来的，手艺不错。你今天的表现，他注意到了，是好是坏？说不准。他问了你一句手艺怎么样，这是好事儿也是坏事。好的是他没把你当成威胁，坏的是他记住你了。赵怀那边也在催，你想好怎么应付了没有？看见他了。看见了。3年前他来巡查的时候，燕尘还是北境战神。他走之后不到1个月，燕北辰就通敌了。这一趟巡视不是来看看而已。怎么了？这不像风寒，发病太快，而且症状集中在下水道。营地可能出了瘟疫。你说什么？甲区有4个人同时出现同样的症状，高烧、呕吐、眼睛充血。如果普通风寒，不会在同一天内放倒4个人。你确定？80%。当报的话，上面会封营，封营意味着没有补给进来，囚犯营的口粮只够20天，所有人都会饿死。那也比瘟疫杀光所有人强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给我人手和物资，我可以在不封营的情况下控制疫区，但我需要你信我。去账上支银子，找林校尉调人，但我把话说在前面，要是控制不住，我第一个拿你开刀。听说甲区出事了。是。铁三怎么说？让我干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囚犯营里，谁管闲事谁死得快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要管？因为如果不管，下一个倒下的就是阿依木，就是你，就是柳伯。我这个人没太多优点，
就是不认命。我跟你去，我认识甲区的人，说话比你好使。传播速度比我想的快。从现在开始，进去的人不许出来。你和老六在外面接应，我进去。不行，你一个人进去，万一你也倒了呢？我到了你就顶上，我教你怎么用那些药。这不是普通的饮食不良，是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。在这个时代，没有抗生素，没有输液条件，没有基本的卫生防护，我手里的牌只有黄连、黄芩、艾草和一口锅。去厨房弄一锅开水，加一把盐，凉凉的端进来，每个人都要喝，喝到不停上厕所为止。你确定这不拉死人？不喝才死人！快去！第二天送来的6个。活了，阿姨母。记上，乙区女囚江鱼就义有功，从死囚名仓里划掉，改为长期监禁。大人，这不合规矩吧？规矩？他让我的囚犯营没被瘟疫端掉，他就是规矩。你吓死我了！死不了，闲的。铁三说把你从死囚名单里划掉了，从现在开始你是长期监禁，不用死了。你就这反应？不然呢？开瓶酒庆祝？行，你能贫了，说明还活着。你瘦了很多，减肥，在你们这儿吃的太差了，正好当成轻断食。瘟疫的事我听到了，你做了一件铁三做了3年都没做成的事。什么事？让囚犯营的人开始相信，活着还有希望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不想让人死。你哪来的？以前留下的。我本来以为这辈子都用不上了。他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囚犯营里，谁吃饭，谁挨打，谁被清理，原本都该由他说了算。不用当官，你的人想活，就得听我的。发热先报。伤口先洗，清理病号先问江大夫。谁敢闹事，先问我的刀。可现在，一个女死囚坐在破木桌后面，拿着一支炭笔，登记每个病人的体温、伤口、用药和能不能干活。她像是在给囚犯营重新立一本账。江宇，排队。你让老子排队？你要是来看病就排队，你要是来找事儿，站远点，别挡光。从今天起，所有发热的人先送你这里，所有断手断脚的先让你看，所有要清理的病号也得你画押。我画押？别以为这是抬举你。你说能治的，3天内必须见效；你说不能治的，我照样拖出去埋。你要是乱说，死的人算你头上。我要3条规矩：第一，发热的人不能关在一起，必须分开；第二，伤口没洗干净之前，不准撒乱七八糟的灰；第三，谁敢在医疗棚里动刀抢药插队，我不治。我们也算？你不是人？哼，你这是想把我的囚犯营变成你的医馆？不是医馆，
是活人进来，尽量活着出去的地方。你别真把自己当官。军需官赵大人有令，调女医江玉往北境大营任职，即日启程。赵大人要人，我自然不敢拦。不过这位江大夫刚控制了营地瘟疫，我这边还有几个重病药等着他治，能不能宽限3天？3天后我亲自把人送到大营。最多2天，2天后我来要人。赵怀的人来了，我帮你拖了2天。2天后怎么办？2个办法：一，你走，去北境大营给赵怀当私人大夫；二，你在这2天之内让全营的人都离不开你。你留我不是为了我好，你是怕赵怀把我调走之后，你手里少了一张牌。你说话真不中听，但你说的对，你现在是我的牌，赵怀想拿走得加钱。赵怀来要人了，你走不走？不走。那怎么办？明天晚上医疗棚摆粥，加萝卜加盐，让所有吃过我药的人来喝一碗。他是想让全营的人都欠他一份人情，这样赵怀来要人的时候，就不是铁三一个人出面拦着，是整个囚犯营都拦着。多谢江大夫。137个，142个，整个囚犯营能走路的全来了。你说他们明天会帮你拦着赵怀的人吗？不需要他们拦，只要赵怀知道他要带走我，整个囚犯营300多号人都不会答应，他就得掂量掂量值不值了。铁大人，你的人不管管。这些人昨天都喝过江大夫的粥，你今天要把人带走，你得自己走过去。铁大人好手段，我回去回禀赵大人，就说江大夫正在治疗瘟疫幸存者，短期内无法调息。赵怀的人走了，但下次来的可能就不只是校尉了。我知道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治病，治到整个北境都知道囚犯营里有一个大夫能活死人肉白骨。你要是有朝一日出了这个囚犯营，整个北境的大夫都得失业。出不去，在你手里。铁三儿今天看你的眼神不对，他以前看你是看一个有用的工具，今天看你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快要关不住的人。地下那条通道，要不要我抽空去看看？再等等。你的血里有矿物毒素，不是植物毒，是铅或者汞一类的提取物。你早就知道。我猜过。3年前我被废之后，有一段时间全身发冷，关节僵硬，牙龈发黑。军医说是水土不服，我不信。你猜对了，这种毒不会马上要你的命，但会一点一点腐蚀你的身体。等脏器衰竭的时候，人就彻底废了。能解吗？能，但要时间。我还缺少几味关键的药材。柳伯的药箱里没有，外面的药铺也不一定有，我需要进山。那幅图换一副药的资格够不够？你愿意用那幅图换药？不是换药，是换你活着走出囚犯营的能力。柳伯，我有话问你。问。你以前在北京军医营给谁干过活？燕将军。那你知道他的毒是谁做的吗？知道。谁？给他下毒的人不是一个，是一个链条。铁三负责每天在水里下药，赵怀负责从外面采购毒药，而慕容刑天是整个链条的起点。
铁三是下毒的执行人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药。铁三以为是软骨散一类的东西，他只知道不能让燕北辰恢复力气，不知道这药会慢慢要他的命。只有一个解释，铁三以为燕北辰的毒一直在正常发挥，根本没有想到有人在试着解毒。柳伯，你3年前被陷害的事，是因为你发现了下毒的秘密，对不对？我是给燕将军做体检的时候发现的，他的血不正常的发黑，我悄悄做了测试，确认是慢性毒，还没来得及上报，第2天就被安了个盗窃军需的罪名，发配到这个囚犯营当收尸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燕北辰？告诉他有什么用？他已经废了，告诉他真相只会让他死得更快。柳伯在这里待了3年，每天看着囚犯病死、打死、饿死、被清理掉，从不插手。不是因为他冷血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囚犯营的根源是慕容晴天，不撬动那个根，救多少人都是白费力气。最近有人给你送水吗？老六每天都会送。自从你不让他送水之后，换谁送了？没人。我告诉老六以后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去井边打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去打水的？第7天，就是你让我开始看病的那天。如果燕北辰中毒是因为老六送的水，那老六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但如果燕北辰停止喝老六的水之后毒性还在加深，那下毒的人就不是老六。你的中毒没有减缓，这说明下毒的点不在水里，在你每天都接触的某样东西上。床铺、衣服、地面，这间牢房的东西都是固定的，我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东西。那空气呢？你进来之后，身上的衣服有没有换过？换过1次，入狱的时候，军营的衣服被收走了，换上了囚服。原来的衣服呢？应该被收在仓库里。你的旧衣服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，比如金属片、玉佩之类的？我的衣领内侧缝了一小块青铜牌，是北京的军牌，刻着我的番号和名字。如果有人把毒药涂在青铜牌上，你的衣领贴着脖子，每天接触皮肤，毒性缓慢渗入，而且衣服换下来之后，毒源消失，但已经渗入体内的毒素会继续发作。这正是你被关进来之后，腿还在继续恶化的原因。我明天想办法去仓库看看。你知道仓库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但老六知道。仓库在哪儿？什么仓库？囚犯入狱时换下来的旧物，是不是有个仓库统一存放？是有，在甲区后面那些空房子里，平时锁着，钥匙在铁三手里。你要是想偷东西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铁三那老狐狸，仓库里每一件东西他都记着数。我不偷东西，我只是去看看，确认一件事。天黑之后，值班的人换岗有半刻钟的空档，我能带你到仓库后窗。就是他，毒。这是什么？有人把毒涂在燕北辰的军牌上，他每天贴着脖子戴，毒从皮肤渗进去。3年了。那他还有救吗？有，只要知道是什么毒，我就能配解药。但配解药需要几味山里才有的药材，而且需要时间。那我们就去采。铁三不会让我出去的。他下个月初1要去北京城述职，离开3天，那是他唯一不在营地的日子。初一，他每年这个时候都去，从不在营里过年关。初一那天营地守卫减半，是他1年里最松懈的时候。初一，
32年前，我在北境军医营也犯过一次错，我用错了药，差点害死一个叹息。老监医没有骂我，他翻了一夜的医案，第二天早上把一行备注指给我看：铅毒虚索无功炭，以毒攻毒，量需精确到毫。柳伯，我能出去多久？铁三说3天。3天够了。刚配的，喝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判断错的不是毒种，而是毒的层次。不对，不是单毒，是双毒。矿物毒打底重毒封喉，我第一方只解了一半。你给他吃了什么？解毒药。解毒药能让人的腿抽成这样？传我的话，从今天起，医疗棚关3天，谁都不许靠近乙区。等等，他是整个北境最值钱的囚犯，他死了，我第一个拿你祭息。对不起。阿一木，他坐起来了。坐起来不够，我要他能站。铁大人说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这次的药比上次苦1倍。喝了。你3天没睡。睡了。撒谎。比上次好。你说的是味道还是药效？都是。江宇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战区医院8年，我没治死过一个人。穿越大前40天，我差点毒死那个唯一信任我的人。我出去1天，如果太阳落山之前我没回来，就别等了。我跟你去。我走了，这里就是你的了。战区医院那年，我爬上过被炸塌的4层楼救人，这点高度算什么？你回来了！我说了，太阳下山之前回来，来帮忙。这些药要清洗、切片、晾干。你手背全是伤，死不了。喝了，3天1次，连续喝5次之后，我应该能看到你脚趾的反应。明天还有？有。有感觉了。我知道，我看见了。我说的是3年来第一次。3年，人的神经如果3年没有任何刺激，很可能已经永久性损伤了。他的脚趾还能动，说明他的神经没有被完全破坏。你底子好，换个人3年早瘫了。不是底子好，是你。你今天话变多了。因为能看到了，以前看不到希望。
别太早下结论，解药才吃了2次，能不能彻底清干净还不好说。一个人知道自己还有救的时候，身体会比脑子先活过来。出事了，铁三提前回来了。提前？不是还有10天吗？不知道，他今天下午突然回来的，脸色很差，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谁都不见。铁三提前回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上面出事了。而我最怕的就是出事的人和赵怀和慕容晴天有关系。坐。什么事？赵怀被调走了。半个月前，北境大营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，赵怀的居官职位被撤了，调去后方粮库当了个闲差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赵怀失势了。对，他失势了，但他走之前给京城送了一封信。赵怀不是失势了，他是临走之前反咬了一口。京城那边收到这封信了，大概再过1个月，御史台的人就会来查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建议你在那封信变成催命帕之前想办法消失。你在帮我？我在救我自己。你要是被抓了，我这囚犯营也保不住。你消失了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走了，医疗棚怎么办？我会找借口说女医将用在采药时坠崖身亡。我还有8天，8天之后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计划被提前了，但时间还不算太晚，我还有8天。慕容将军的人明早到，来抓我，来问我为什么燕北辰还没死，为什么你还活着，为什么医疗棚里的人越来越听你的。江宇，你这人真麻烦。嫌麻烦可以现在交我出去。我若交你出去，慕容惊天会赏我吗？不会，他只会顺手把我也灭口。赵怀的信已经把我牵进去了，燕北辰的毒也绕不开我。你死了，我未必能活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条退路。你下过毒，清理过病号，卖过囚犯。我没说自己干净，可我也不是最上头那个。江宇，这囚犯营里死了多少人，我记得比你清楚。每一笔都是上面拨粮、军需、劳役名额是算好的。办公室地砖下面有暗格，账本在那里，你想拿就拿。你若偷账本被抓，我就说你勾结燕北辰，想毁北境军务。你若拿了账本，真能逼慕容盯头，我就说我早有悔意，暗中助你。我不会替你洗罪。我只要你别让慕容庭天把所有锅都扣到我头上。江宇，地下通道西口今夜没人守，明天之后就不一定了。那些字不是账，是尸骨。每一笔病亡后面都有多出来的粮钱，每一个清理后面都有空出来的劳役名额，每一个被转卖的人都变成铁三和上面的人桌上的银子。更可怕的是，每隔3个月，账尾都会有一个相同的印。慕容晴天。大人，慕容将军的人到了，说要连夜见你。大人，大人，滚去前厅等，老子穿衣服。
3本，你这是要把囚犯营的祖坟都刨出来？还不够，我要抄。如果我死了，这些东西送出去。你不会死。我当然不会死。死人不能跟慕容天庭算账。我以为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。别把话说得太早，你以后还得走，得骑马，得去跟那些害你的人讨债。江玉，我跟你走。3日后能走。你这是医嘱之外的胡说。我若留在这里，慕容会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你身上。我若跟你走，他会先盯我。你救我一命，我替你挡一次刀。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替我送死。那就一起活。行，3天后跟紧我，站不稳就说，疼也说。遵医嘱。完了，燕将军也被他制服了。喝了。比上次苦。苦说明有效。你们大夫都这么骗人？我一般只骗不听话的病人。今天不止喝药，我要你站起来。现在？现在。我的腿3年没承重，所以我在这里。若站不起来呢？那就坐回去，明天再站。我跟你走，不行。为什么每次都是不行？因为你留下比跟我走更重要。你嫌我拖累？我嫌医疗棚没人。你会换药，会刃发热，会按住乱动的病人，你还会打人。柳伯年纪大，老六嘴贱，铁三不可信，这里只有你能镇住场子。要是有人不听我的呢？那就打到听。你的东西，我年轻的时候用过。燕将军若路上伤口裂开，用它，刀口虽旧，没锈。我没什么好东西。地下通道出口往北6里有猎户棚，再往西走是平阳驿，别走官道，走山脊。还有，我在通道塌发处提前挖开了一半。你什么时候挖的？你忙着当首席大夫的时候，总不能真让你们2个病号在地洞里爬死。西墙今晚3更换防，通道口那边我让人调开了，你们最多有1炷香时间。过了时辰，谁被抓住，老子不认。你倒会撇干净。我走之后，医疗棚和乙区归你暂管，别让赵怀或慕容的人进来乱翻。你不是一直想管事？给你机会。你把烂摊子甩给我？对，你有种就把他管好。江宇，你若真能把慕容晴天按下来，记得给老子留半条命。
疼？疼。能走？能。那就走。撑不住就说。能撑。我讨厌这3个字。那我换一个，疼但能走。伤口裂了？没有。你管这叫没有？擦伤。出去再处理。这里有人动过！走。你受伤了？不是我的，老六让我给你的。超荐，他又多抄了5份。刚才营里闹起来了，老六故意让丙区的人打了一架，拖住追兵。柳伯说医疗棚那边暂时稳得住。追兵很快来。你不能跟我们走，你绕回营里，把这份藏进医疗棚药箱夹层。若我和燕北辰死了，你把它交给柳伯。我不想回去。我知道，但你回去，医疗棚就不会塌。还能走？能。疼，但能走。好，往北6里猎户棚，天亮之前必须到。从这一刻起，囚犯营再也关不住我。但北京真正的牢才刚刚露出门。你打算送给谁？先送平阳一文书。一个小文书，不敢管慕容。我不是让他管，我是让他怕。这种人最知道保命。看见这页账，他会第一时间往上报，只要他动，就会留下痕迹。然后送第2封给北境军需站。第3封呢？给慕容强天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不是拿着账本等他来抢，我已经把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。把这封信送到驿站管事手里，你不用说是谁给的。江大夫，平阳一封了，驿站管事没能把信送出去，被抓了。慕容先动手了。正常，他要是直接来谈，我反而看不起他。现在怎么办？进平阳驿，信送不出去，我们就把账贴到他眼皮底下。这次你要说实话。疼。很好，疼也得去，但不准装没事。见没见过一个女大夫带着病腿男人？没见过。那这是什么？慕容在收网，不是只收你，他要让整个平阳驿知道，谁帮你，谁就一起死。谁给你的？现在冲下去，救不了他。我知道。
你不知道，你脸色像要杀人。我是大夫，所以我更恨别人拿病人、孩子、老人做刀。自己人，别扎。孟大娘，江大夫，你那几叶账，我让10字的铺子伙计抄了3份，没敢多抄，怕被发现。带一份往西口走，柳伯带一份去救军一营。你们不怕？怕。可我儿子发烧快被拖走的时候，江大夫也怕吧？去哪儿？救人。怎么救？不杀兵，不结街，不给慕容图镇的借口。我要让他的人自己乱。江大夫，你这眼神不像救人，像要给平阳驿开肠。有脓就得清。你在囚犯营见过这份名单？说你没见过，说江瑜逼你做伪证，本将军就放你一条命。见过，我就在名单上。硬抢不成，攻守在屋顶，阿依木他们没到。后出水刚通所有守卫，先乱位，再乱阵。你怎么也会这个？他教的。后厨有狗洞。倒进去就跑，不回头。能救我哥吗？能。水里有东西！木桩，杀我！住！攻手看住木桩！江宇，放箭！谁敢放箭，我先剁谁！老子以前混乙区，没想到有一天要打官兵，你们这是造反！你们绑证人、逼供、殴打病人，倒是挺像官。拿下他！辅助！救人！江大夫，我能作证，我真的在清理名单上。先活着，活着才能说话。手滑。谁帮江宇，谁同罪！一个女大夫，哪来这么多人替她卖命？我什么时候能出去作证？你现在出去，只能做尸体。那也比再被他们写成病亡强。看，我说了，江大夫不在这儿。再拦，按窝藏逃犯论。我也是证人。我被写进病亡名单那天还喘气，江大夫不抢我，我现在就是后山一捧土。我的手也是江大夫救的。铁三以前下令清理病号。那3天，江大夫没睡，谁病死谁退烧，我都记着。江大夫，你这诊费收得大，全是人命债。他们乐意欠。站住！老夫是军医，那就让慕容天亲自来拦。您怎么来了？3年前，我验出燕将军中毒，却没能把证词送出北境。这一次，你送账，我送毒。账本、证人、毒证、旧部，我终于不再只有一把刀，我手里有了一整张网。3年不见，燕将军还能站着，倒是意外。我也意外，你还敢见我？
站起来又如何？3年前你手握3万北境军，尚且输得干净。今日你身边只有一个女大夫，一群病号，还有几个不敢露头的旧族。你竟还留着这个？北境左营旧部，若还有人记得燕北辰，就出来。燕北辰，你以为3年过去还有人敢认你？左营3少夜间换防，前少问北风几里，后少答什么？你叫冯七，黑石岭夜袭那晚，你替我挡过一剑，剑在左肩，雨天会疼，喝酒会抖。北境左营冯七见过燕将军。左营探袭赵平见过燕将军。旧军续营罗宽见过燕将军。左营一度见过燕将军。我救回来的不只是一个病人，是北境曾经塌掉的一根梁。怎么，你们要反？我不求他们替我反你。我只问一句：3年前粮草失踪，囚犯营黑账，军医验毒，敢不敢让他们见光？愿护正，愿护正，愿护正，愿护正。能战，你最好真的能。疼，但能。江姑娘，到犯营账本私放重犯，煽动族徒，扰乱平阳邑，按律你该斩。按你的律，我在死牢第1天就该被拖出去。你拿人命做筹码，倒不像个大夫。错了，将军，拿人命做筹码的是你。病号写成病亡，活人写成清理，囚犯卖去矿场还照拨口粮，这些命不是我拿来谈的，是你们拿来卖的。燕北辰软骨要记录，每月入账，核准印是你的。抄件而已。原本在我手里，抄件在17处。虚张声势。那你现在可以杀我试试。天黑前，平阳邑北境军需站旧军1营都会各多1页账。你想要什么？3年前，谁让你给燕北辰下毒？江姑娘，这不是你该问的。那是谁该问？京城。京城让他废，北境让他死。你们上下手都干净，账却全赃在囚犯营里。你以为有燕北辰救不成妖，就能逼本将军认罪？我不需要你认全部罪，我只需要你承认此案必须重审。凭什么？凭账本。账本可以伪造，凭证人。证人可以收买。凭柳伯的军医验毒。你可以说柳伯是我的人，所以我请了你的军医。好，验。验完毒，再谈条件。这不是普通验毒，这是燕北辰3年沉冤的第1刀。血色发黑，浮油如薄膜，针入不凝，遇清苦草粉转青黑。酒测可以伪造，所以验现在。撑得住。你问第几遍了？问到你说实话为止。撑得住。
说。是同源矿毒。这种毒不会立刻死人，它从皮肤慢慢渗入，先废腿，再废内脏，最后让人像病死一样烂掉。3年前我验出这毒，第2日就被调去囚犯虫收尸。将军不是病废，是被毒废的。谁下的毒？青铜牌是谁送到燕北辰衣领里？毒方来自京城密令。毒方来自京城，执行在北境。军排进囚犯营，要记录一仗，不妨图被逼问。囚犯营黑账流转，这些也全是京城亲手做的。江姑娘，你在逼本将军？不是逼，是让你选：一、承认旧案需重审，囚犯营旧制须改；二、我把验毒记录和账本一起送进京城，让上面的人先问你，为什么北境出了这么大的脓波？你不怕京城先杀你？怕，但我在死牢里已经等过3天问斩了，再怕也比等死强。北境左营，请重审燕将军旧案，请重审旧案，请重审旧案。旧军医柳城，请重审旧案，请重审旧案。账本若全部贴出去，北境军心会乱。所以今日只贴3张。哼，3张就不乱？3张够让人知道，他们不是凭空没的。甲区17号，这是我儿子。他们说他病死了，尸体烧了，清理是什么意思？他还活着的时候，你们把他拖走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1区9号是我弟，北路矿场，他没死，他被卖了。我见过他们夜里拖人去后山，其实人还会叫。闭嘴！我也见过，我也见过，我也在清理名单上。蒋大夫把我救回来之前，我还喘气。今日贴3张，不是让你们立刻报仇，是让你们知道人不能这样没了。病了可以治，犯了罪可以审，真该死也该有判词，但不能被一个账字抹掉，不能被一句清理拖到后山，不能活着出现在名单上，死了却还在账上领口粮。从今日起，囚犯营所有病亡、清理、转卖都必须重新核查。那不是几张纸，是被埋掉的人终于从土里伸出来的手。前3份本将军可以签，第4份你想写什么？所有病后处置必须经医棚确认。江姑娘，你都离开囚犯营了，还想管里面谁生谁死？正因为我离开了，才要把规矩留下。你管得太宽了，你们杀得太宽了。还有，承认囚犯营旧制有误，须改。江宇，别太过分！将军已经让步至此，你还想逼他认错？今日你说旧制无错，明日铁三换个名字，清理名单就会重开。这是赵怀送往京城的密信抄本，上面写着女医江宇与废将燕北辰勾结，已有通敌之嫌。本将军可以签你的文书，但这封信3日后再入京。3日后你已经离开了，信到京城时你人在路上，追不追得上，看你自己的本事。成交。江姑娘，你赢的不是本将军，你赢的是本将军不敢让这本账进京。那就够了。京城的账
你也打算这么算？先收利息，本金以后再说。不是胜利，是第一根钉子终于拔出来了。江宇，北境的仗你算赢了，但京城那道密令不会让你活得太安稳。那就让他排队。我这人看病讲规矩，急诊先治，脓刨后切。北境这处脓，今天先切了。这玩意儿真有用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让铁三回来试试。别把营道管塌了。你放心，老子至少不会把活人当死人抱。江宇呢？平阳一，他真把慕容压下来了。哼，我就知道，那女的命硬，脑子也硬。以后谁病了先送医棚，谁再敢偷偷拖人去后山，老子剁谁！江玉不在，我知道，他不在，我也要写。你以前领兵打仗，军令也是这么歪的？至少能认。你要求真低。你可以重新刻。算了，歪点也行，像活人写的。燕将军让我送来的。人呢？将军去救营了。腿好了？没完全好。带给他，1天2次。还有，告诉他，再敢骑快马，我就把他的腿重新打断再接。这属下不敢原话传。那你就说江大夫让他遵医嘱。医馆不像医馆，倒像一处让人重新学着活的地方。缺人吗？缺。你到底来干什么？查岗。查谁？查首席大夫有没有跑。江大夫，江大夫，江姑娘，首席大夫，别乱叫。那叫什么？叫大夫就行。迟到半天。路上有这个。恢复的比我想的好。你不先看？不急，信不会跑，你的腿会废。我已经能骑马。能骑马不代表能乱骑马。疼？有一点。很好，终于学会说真话了。御史台重谕北京案卷，重审文书被压，密令源头已在宫中。
宫中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3年前要我废在北境的人，还坐在最安全的地方。你打算回京？迟早要回。腿还没完全好。我知道。知道还要去？不查清那道密令，我这条命永远挂在别人手里。你也是。我不是局外人了。从我在死牢里说出你左手骨裂3个月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把自己从死人堆里救出来，也把自己推到了更大的局里。你们要去京城？你不回囚犯营？回。我就是问问，你要是走了，医管谁管？我管。我也留人，我能跑腿。我忽然觉得自己真的在这个世界扎下了一根根针，针不大，却能止血。医管部关，柳伯管药，阿依木管人，老六管账，谁敢乱来，就把他送回囚犯营体验3日。你这威胁挺毒。你决定了？我得跟你去。因为我的腿。这是一个理由。另一个呢？京城那道密令也算到我头上了。北京的账算完了，京城的账不能让你一个病人去算。我现在还算病人。在我这儿，没痊愈就永远算。寻诊，他这寻得够远的。他会回来。当然会，他带了平阳镇的土。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从死牢里爬出来，又进更大的局。这次你不用证明你有用。那我证明什么？大夫见了脓疱，总得切开。那就切。